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严卫慈议员、陈志涵主任、蓝轩小姐、王宏伟委员、万美玲委员、唐湘龙先生。好，我们看加沙协议说非常接近达成了哦。川普说本周末他就可能到中东去，他真的很忙哦。然后呢，川普呢这个侧着耳听卢比欧跟他报告说以哈协议的进度。网友就比9·11的时候呢，也是国务卿跟布希报告哦，9·11的，你看这个样子都很像，有没有？哦，都很像哈。那另外呢，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签停火协议，川普说所有的人质就要获释了啊。这个哈马斯要放20个以色列人质，换以色列抓了2000个哈马斯的囚犯，其中还有这个250个被判无期徒刑的重刑犯，72小时就协议完成以后呢，要放。那纳坦雅胡说要召开内阁会议批准，还要经过国会了哈。那另外呢，以色列跟加沙人都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的亲人啊什么都可能放出来了哈，高喊诺贝尔奖颁给川普，因为川普现在最喜欢诺贝尔奖啊。那这是他们的第3次停火，川普说人质可能在礼拜一就获释了。而且中东国家来帮助重建加沙啊。那另外呢 ，CNN 说，但是问题来了，哈马斯不知道部分已经死掉人质的下落，他们现在人质是活的跟死的要一起还哦，说大概有7到9人，甚至呢10到15人呢已经死了，但是因为打仗啊搬来搬去的，那么死的人在哪个地方都不知道哦，所以这样的话以色列会不满，现在不知道啊。那另外呢，俄罗斯说呢，他们在这个阿拉斯加会谈以后呢，动力消退，和谈的动力消退，那又互相打，然后你打我打你，至少死了5个人。我们看一下。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从记事簿上撕下一张纸，突然从司法部长邦迪的后方递给美国总统川普。川普一看就瘪了一下嘴，露出凝重表情。卢比欧紧接着跑到川普身边咬耳朵。这段画面引起媒体关注，因为加萨传出重大消息。Yeah, I was just given a note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aying that we're very close to a deal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y're going to need me pretty quickly. 川普的确成为第一位公布消息的人，在 Truth Social 上宣布以色列和哈马斯同意签署和平计划的第1阶段框架，并称这是迈向持久和永恒和平的第一步。同时预告他考虑将在这周末前往中东。哈马斯、以色列也纷纷发出证明证实 potential peace deal for the Middle East. Peace for the Middle East. It's a beautiful phrase, and we hope it's going to come true. But it's something I think that will happen. Got a good chance of happening. I may go there sometime toward the end of the week, maybe on Sunday, actually. If that's the case, we'll be leaving probably on Sunday, maybe Saturday. 川普提前预告要去中东，还说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届时都会到场，显然是对目前以哈双方在埃及的停火谈判很有信心。另外一方面，土耳其外长也证实谈判有了重大进展。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则表示，他已经和川普通话，并将在9号召开内阁会议，批准第1阶段停火协议。而根据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人质最快将在周6或周日重获自由。无论如何，以色列人质家属听到好消息，忍不住喜悦的泪水，互相拥抱庆祝。在加萨的巴勒斯坦人同样纷纷走上街头，欢欣鼓舞庆祝。以哈之间的战争啊，让加萨走廊变成一个人间炼狱啊。我们这几年看到，就是这里面多少平民死亡，多少儿童死亡，流离失所。所以现在看起来有和平停火的一个曙光的重现。我觉得对全世界的人来说啊，都是欢欣鼓舞的。当然，因为现在川普可能星期6他前往中东，我们希望真的能够迎来整个这个加萨走廊真正的一个和平啊，甚至是一个稳定永久的和平。不过对于川普来讲，刚刚也说嘛，因为川普现在念兹在兹的，就是希望能够拿到一个诺贝尔奖，所以确实在全世界各地区啊，一些有争议或者有这个战争的地方，
他确实也是想尽办法，希望能够达到这个和平停战的协议。可是大家回想看，前几个月有关于这俄乌战争，那时候他去见那个普丁，然后他又是去见泽伦斯基。我们那时候不是一度也认为说，哇，俄乌战争终于啊有停战的可能啊，终于也可以看到一个和平的希望。可是转眼之间，这些就变成过眼云烟。那么继续大家打来打去啊，轰来轰去，继续有人继续的死亡。然后呢，川普在这段时间，你觉得他有任何在提到说俄乌战争要让它停止吗？要让它和平吗？他好像显然也没有办法再继续的介入。所以我会希望这一次的以哈战争的这个和平曙光不会像之前我们也认为俄乌战争可以迎来和平，可以停火，最后变成泡影。那另外，记不记得在那个除了以哈跟这个俄乌战争之外，印度跟巴基斯坦，印巴之间那时候本来也是轰炸来轰炸去，后来呢停火协议，本来川普也认为说是自己的功劳，可是印度很火大，说这功劳怎么算是你的？但是无论如何了，我觉得川普尤其美国作为世界的第一警察，那么因为他无条件的去支持以色列，而造成加萨走廊这么痛苦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始作俑者他是不是能够最后能够收拾残局，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看到的。来，美玲。这次看到川普他这么高调去宣布这个以哈要签和平协议，还要预告他自己需要去这个中东，然后要亲手去签下这个和平协议哦。其实从这上面看起来，他真的很想去获得这个诺贝尔和平奖。不过这个消息来的这个时间上，恐怕也没有办法去跟这个评选得奖这个时间能搭在一起，所以我看起来应该是不太可能了啊。不过我想，如果说这个和平协议真的签的话，恐怕是这个以哈战争爆发以来，可能最接近可能可以实质停火的一个机会哦。但是这到底是一场秀，还是真的能够停火？然后停了火以后又能够多久？我觉得这可以拭目以待哦。那刚刚其实有提到嘛，就是现在其实以哈双方的分歧依然其实存在，而且是非常的深的哦。那他双方都有提出一些条件来。那以色列有提到说啊，那你要归还我人质，包括遗体。那这个他的这一方面，哈马斯说，那这样子的话，你必须要全面退出这个加萨走廊哦。看起来他们其实不是在谈到底要怎么样做这个和平协议，而是在不断去探视，就是对方的这个可以退让底线到哪里哦。那我要讲，哇，这个人质到底有多少，遗体到底有多少？光这个数字，我觉得在后面搞不好就会又变成一个矛盾冲突的一个摩擦点了哦。好，那我想其实以哈战争在过去其实有好几次的这个停战协议，我整理一下这个时间，2023 11月的时候啊有停火，大概但是多久的时间？1周。那第二次这个停火多久？撑了大概2个月的时间。所以我想这一次如果我们把它叫做一个川普式的这个和平的协议哦，那我们看到希望了，真的能够带来和平了，而不是沦为一场烟火秀而已。当然，因为第一个阶段是互相把人质释放，这比较简单啦。就是你放我的人，放的人嘛。但到了下一个阶段，是要哈马斯解除武装，而且呢，以后重建的时候呢，不能够享有政府的权利，这点对他来讲，我认为比较困难。所以到时候第二阶段会怎么样还不知道。不过不管了，反正先放人质，先停火吧。来，蓝轩。对啊，事实上当初他们双方的话呢，到现在为止我都还觉得刚才周先提到那个焦灼点是不是真的突破了？一个就是说呢，哈马斯又没有完完全全缴械，而且他未来对于这个巴勒斯坦政府里面，他不扮演任何角色，等于说他等于是缴械也缴出权力，这是他。那这个以色列他必须要完全撤军，就完全退出加萨走廊。到目前为止的话呢，以色列没有同意哦，而且事实上在谈的同时，现在以色列还在攻击加萨走廊，所以我觉得这问事实上是最后的终结，是不是能够如愿的，我都还是觉得还是有疑问。而且呢，就算说先签订了第一阶段，搞不好接下来又因为什么关系，因为这方面没有谈定，然后又再打起来也有可能。而且更不用讲，再往下去推的话，你即便说加萨走廊现在暂时的人民没有需要被迁离，然后如果说这个哈马斯真的愿意这个缴械的话，那未来这个巴勒斯坦政府它到底是如何的治理？那这个治理部分会让以色列真的觉得没有威胁，因为所有的事情的根源都是在于以色列认为他在这一块他们认为的牛奶与蜜的土地上，他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安全保障啊。那所以呢，有时候是他主动，有时候他是被动，就双方这样的一个征战，那么多年来历史的根结没有办法了，所以呢，是不是可以真的因为这次而了？过去这个奥斯陆的
挪威的奥斯陆谈判里面，也曾经一度的双方接近和平，接近这个停火啊，然后接下来一下子又撕毁了这个相关的协议。所以我第一说，其实对中东，对以哈来说，它涉及到这个宗教，涉及到这个历史当中的一些恩怨情仇，不是那么容易啦。但是当然，我觉得现在能够说谈到这个局面，尤其是啦，我觉得当川普说他要飞去中东的时候，我就觉得大概八字有一撇了，因为呢，他的个性就是这样的，他如果没有一撇，他干嘛飞去中东？飞去中东一日游吗？不可能嘛！他一定是可能可以让他去签个什么样的名，在历史上面留下一个这个难以忘怀的这个殊荣，那甚至搞不好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之类的，他才会愿意去。所以我相信这一次是非常接近的。但非常接近之后的话呢，到底这是不是真的是可以带来永久的和平，真的是问题很大。而且我们刚才讲到的也不过是在巴勒斯坦内部，以色列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今天有个最新的这个报道，讲到以色列内部的话做一个民调，如果说战争停止之后，要不要纳坦雅胡下台？所以你会知道说呢，为什么现在大家就在分析说呢，这场战争是纳坦雅胡要的战争，因为对他来说，在国内实际上不断的对他的支持度非常的低，而且在这个战争发生之前，实际上很多的以色列人认为，这个纳坦雅胡过度的独裁，甚至呢很多的一些人事任命都是亲他的人呢扫荡异己等等等，所以那个时候对他来说就已经是非常的一个政权动摇的状况。他是因为这场战争来得及时，让他呢受到鹰派的支持，那鹰派支持他之后的话呢，他的政权就暂时的维持在那个地方，就对他来说，唯有继续的鹰派再鹰派下去，他才可以维持他的政权。所以如果说当战争结束之后换来的是以色列人拿到了人质回来了，就算归还了遗体了，那但是接下来的话，他们要求纳坦雅胡给他们真正的民主的时候，那纳坦雅胡愿意接受呢？用一个和平换来自己的垮台吗？所以我觉得这部分事实上双方的盘算，跟加上美国跟阿拉伯世界国家的利益，坦白说，我觉得还挺复杂的。所以呢，先看吧，能够有一阶段能够停火就先停火，那接下来的话怎么样再去巩固它？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花更多的心力啦。他们之所以有第一阶段也是川普的压力啦，好吧，给你个面子，我们先第一阶段把人质互放了哈。那纳坦雅胡的问题是，如果他停止战争，他可能下台，不止下台，可能下狱，可能到监狱里面去了，而且全世界各地都走不出去。走到哪里去？他种族灭绝罪，他就可能是这个有所谓种族灭绝罪哈，所以搞不好跟杜特地一样被搞到这个海牙去关起来都有可能。所以他怎么可能轻易把他权力放出来？怎么可能轻易下台？怎么可能轻易终止战争呢？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韩国跟美国因为那个关税啊，因为美国叫韩国要去投资，原来是说3500亿美金，后来变成5500亿美金。韩国的新的这个总统就说：“我干嘛去投资啊？不过从关税从20变成15%，然后呢叫我们投资那么多钱，我们韩国不会自己投资啊，卡在这个地方啊。那所以呢，川普现在要去 APEC 在韩国开嘛，10月底说只去12个小时，主要去是会习近平。”不是跟你韩国总统怎样所以呢，可能 APEC 都不出席，快闪12小时就离开，因为 APEC 是31号开幕所以呢，他可能就去一下。所以韩国本来希望呢，说是不是能够在这边跟川普会面有一个外交的突破口，看起来不见得。不过白宫说行程还没有确定，卖个关子那结果中国今天升高稀土战，说突然祭出技术出口管制，把全球科技命脉都掐住说全球70%的稀土开采量在中国，然后更惊人的是重稀土，就是更主贵的重稀土90%都是卡在中国人手里，所以这样的话，他说要加强管制，你管制你的晶片什么出口啊、设备啊等等，我管制稀土你卡我，我卡你那另外呢，说只要有中国成分的境外稀土也管你，就是我的稀土外销到哪个国家，他那边加工的也不行，就跟美国其实一样了，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美国也是晶片只要在国外什么含有成分都不行所以你含有中国成分的稀土也不行。然后大陆的商务部说是为了维护更重要的国家安全跟利益那另外呢，习近平跟川普有可能在 APEC 会面，然后明年年初川普说还要应习近平要到大陆访问，台湾问题又可能成为焦点，大家就关心台湾谈些什么。那驻美代表于大雷说没有迹象我们被交易那我们看一下。
李在明近期最大考验是主持月底的庆州 APEC。庆州是南韩古都，尤其秋天更是旅游旺季。今年又碰上 APEC 峰会，饭店业者竟然哄抬价格达到1倍以上。 그래서 지금 현수막 걸고 캠페인하고 업주들 찾아다니면서 제발 이렇게 하지 말아달라 부탁을 하고 있는 거거든요. 本届 APEC 重头戏落在场边的川习会。根据外媒掌握的外交行程，川普26号会先飞马来西亚，再访问日本，预定29号访问南韩参加川习会，可能快闪1天就会离开。I get along very well with President Xi. I'm going to be meeting him in a few weeks, as you know. I'll be meeting him in South Korea. 如果按照日程，川普可能不会参加31号开幕的 APEC 峰会，但确切原因，白宫还没有对外说明。好，除了这个韩国、日本高市，因为新当选的日本的自民党总裁，是不是能当首相不一定哦。现在公民党可能有意见了哈。那他原来过去12年出席了11次靖国神社的参拜，那是甲级战犯哦。他尤其中国、韩国就最不可忍受了，他去拜了11次，很多时候他是部长啊、身份啊等等哈。那说他可能现在打算缺席秋季了，就是19号到21号。马上要到了，然后可能暂时不去了。为什么？去的话，你又得罪中国，又得罪南韩，你还没有当首相，就把这些国家这个主要的邻居都得罪了哈。那另外呢，这个他担任首相可能有变数，因为他跟公民党联合执政，公民党代表这个喊话说，如果我们协议不成哦，就拒投，就不投票，不支持他哦。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政治现金。哦，上次自民党之所以选举选得很差，就因为政治现金，这就是很麻烦。日本是金钱政治的典型，你没有钱，你很难选。钱谁捐给你啊？捐你的钱，到时候你要不要这个跟他做任何政治交换呢？还有他们牵涉到这个宗教团体哦等等哈，这都是大问题哈。那另外呢，张亚中邀郑丽文辩论，所以你为什么对高市要下跪？哦，一来就要去拜会高市早苗。那郑丽文说：“我可以影响他。”这样说，你影响他什么？你这是去跟他下跪干嘛？哦，高市的这个反中立场你不清楚吗？哦，那另外呢，日本专栏作家也说，这个联合的公民党威胁要退出来，而且党里面石破茂派也可能造反。石破茂的造反不是一次哦，石破茂的爸爸在1981年就对田中角荣造反，然后1993年他们又退出自民党，跟小泽一郎这个小泽一郎决裂，然后呢，这个他儿子呢又2008年赶走麻生太郎，然后呢对党内一直有批评，所以呢石破茂跟左翼势力跟在野勾结，所以有可能叛变，可能出走。那公民党我们刚刚讲，他也说这个公民党说我可能不跟你组成联合政府了，我们看一下。3年前的8月15号，时任经济安全保障大臣高市早苗戴着口罩，一身黑衣出现在靖国神社参拜，而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去。但今年选上自民党总裁后，更渴望当上首相，未来似乎不会再见到这画面。日本共同社独家报道，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考虑外交敏感性，倾向放弃17号到19号的靖国神社秋季例行大祭拜，再加上川普月底访日以及 APEC 韩国会议，考虑到可能要与习近平会谈，因此不祭拜神社，避免刺激中韩。若最后高市真没出席，将代表他的立场已大转变。网络上流传的这段影片，日媒记者私下谈话，在新闻直播中被公开放送，也被产经新闻报道出来。江龙，石破茂一直希望石破天惊，但没有成功。但是高市早苗呢，大家也不要揠苗助长，因为你现在太高估了他现在的政治的稳定性。那高市早苗还有好几个难关要过，因为他的情况不会比赖清德好多少，他也是双少数。他在党内呢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派系结合下面所拱出来的人物。两轮投票呢，勉强惊险过关。在党外呢，自民党呢现在呢是少数执政，
而且未来看不出来，自民党呢有可能快速的呢回流。现在所有的日本的政治的基础，不是建立在自民党的强大，而是建立在在野党的破碎的基础上面。所以呢，因为在野党的破碎跟不团结，所以现在的自民党呢，还有一些呢呼风唤雨的空间。那台湾方面的一些政治人物，当然不管是郑丽文也好，当高市早苗当选的时候，很本能的啦。我想这都是我们平常呢在谈话性节目上多了之后呢，基本的新闻训练反应就觉得哪个新闻有热度就往那边蹭一下，那讲两句话。可是刚高市早苗呢，如果他不是日本的首相，他来台湾司空见惯。你去日本见他司空见惯，可是他只要当首相，不要说呢，你作为呢台湾的执政党，他不会见你；在野党他也不会见你。这个是日本的惯性。你光看到他这2天呢打赖清德脸，他连本来日华恳谈会要来台湾参加国庆都不来了，你还指望说呢他会呢跟台湾呢维持呢当他当首相的一天，台日关系就是这个样子。高市早苗的鹰派的被认为是所谓的极右派，就是他不断的呢去参拜靖国神社，参拜出名的。他是在参拜靖国神社的过程当中，再配上他对南京大屠杀、对所有的慰安妇的事件的这种的极右的谈论而形塑出来的。他每次去参拜靖国神社，不止呢一以贯之的参拜，而且几乎是代表呢安倍派呢去参拜。每次参拜，他不但呢他很高调的去，而且怕你不知道，出来之后呢，一定还要带着一点点挑衅的腔调跟口吻，让韩国让中国觉得不愉快。他是用这种方式标定出呢他的右翼的色彩。可是当他要成为首相的时候，你看他17号。19号是他们的秋季的日子，你看他会不会去？他不会去的。他顶多呢，只是呢对内部呢交代一下。他们有的时候事前时候偷去一下。对，就是你不敢正式去了。如果像这种事情呢，只要他不是像过去敲锣打鼓的，基本上就没有意义。那他现在不只是说呢，他不会去靖国神社，他如果没有做一些言语上面的修正，那接下去这个月底呢，在韩国庆州的 IPAC， 刚刚呢大家听到川普如果到韩国可能不参加 IPAC， 可能跟李在明呢不会有太多的互动，这有什么好奇怪？第一个，李在明不久之前才刚去过美国啊，才刚送笔给他，才刚把他摸摸的服帖的，李在明可以了。就是换句话说，他跟李在明见不见呢，并没有这么重要。第二个，美国总统现在对 IPAC 没有兴趣，难道是现在川普拜登之前呢，到印尼参加 IPAC 也是一样，见完习近平巴厘岛高高兴兴，他就走了。他宁可呢叫当时的贺锦丽呢来继续参加 IPAC， 他也没对 IPAC 没有兴趣，他要赶回去参加他孙女的婚礼，你忘了嘛？换句话说，美国的领导人不会浪费时间在这种的多边的。对他来讲，这跟在联合国里面呢闲科雅的意义是一样的。在这个地方呢，参加 IPAC 比在联合国大会里面呢去呢自己一个人呢solo 40-50分钟，可能更不过瘾。这一次的 IPAC 会议，他会不会见到呢李在明？远呢没有比高市早苗有没有机会见到习近平呢要来的呢更没有这么的重要。习近平跟高市会不会见面，才是影响将来东北亚的政局当中的关键性的因素。川普呢这一次来，他就是要见习近平的。上次拜登来也是要见习近平的。见完了之后 ，IPAC 就没有利用价值了。IPAC 的边缘化，这个是呢美国当下的单边主义呢必然会走的道路。所以在任何的双边关系里面，对川普来讲，只要不能够在双边关系里面获利的，就像我们刚才在谈到的巴勒斯坦的问题。巴勒斯坦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就是说，请问联合国在哪里？巴勒斯坦这个组织是联合国的本务啊，联合国的秘书长只管2件事情，除了秘书处之外，联合国最庞大的预算，大家斗内捐钱给联合国，联合国最庞大的预算都是用在巴勒斯坦难民组织。每一个联合国的事情，1948年联合国成立之后呢，这是一个联合国保障成立的机构。每一个国家的，当他表现了他还有一点点正义感，他要承认巴勒斯坦，都要到联合国去。你看到最近的英国、法国这些国家，哪一个不是到联合国说，我从现在开始我支持巴勒斯坦？可是呢，当巴勒斯坦的终极命运被安排的时候，联合国在哪里？美国根本不理你。
我说 US 呢大于 UN 是这个当代呢国际政治的悲剧之一。至于呢为什么要和谈，因为那个地方本来就是美国说了算的地方。你有听到中国讲话吗？你有听到俄罗斯讲话吗？因为我的影响力没有到那里，我讲了也没有用。那本来就是你美国养的纳唐雅胡，而现在呢愿意呢给你川普一个面子，好像大家呢谈一个脆弱而惨烈的一个所谓的，那顶多算是停火，连和平协议呢都谈不上，那是因为大家都打不下去了。巴勒斯坦，你看到哈马斯已经呢基本上已经非常残破，他本来就没有在久战的可能，而对于以色列来讲，不只是在国际形象当中呢，已经呢从过去二战时候的受害者，成为今天的国际政治呢大家公认的最痛恨的加害者。以色列呢所有的二战的政治遗产都已经用完了，而今天的以色列呢成为众矢之的，纳唐雅胡在国内国际当中的声望都不足以支撑他呢继续的打下去。这场的战争呢是在不得不停的情况下暂时停火，但千万不要相信呢会有真实的和平。以色列没有呢把所有的加萨呢跟约旦河西岸完全掌握他手里之前的时候，总而言之，在以色列眼里不会有巴勒斯坦国的。休息一下再回来。